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2月12号，今天是原来就定下来在华府，在华盛顿特区要举行一个挺川普反窃选的大的游行活动的。这是在很多天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支持川普的这些支持者就已经发起了。那么度过了昨天晚上一个不眠之夜，这个不眠之夜，我相信绝大部分川普的支持者都跟我见面一样，在昨天听到最高法院大法官驳回了德州的上诉以后，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沮丧的。可以讲，在昨天我看到最高法院大法官驳回德州的这个起诉之后，我呢是当时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一直期待着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能秉持公义，能够捍卫宪法的。但是最终的现实像一盆冰冷的水浇到我的头上，我刹那间感觉到一种背叛。什么叫背叛呢？墙倒众人推，英雄万人踩啊！昔有谭嗣同，今有特朗普。可以这样讲，川普总统经历的伤痛太多了。为什么最高法院大法官都不能捍卫美国的宪法呢？这是美国法治防线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建民最大的期待。我一直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就不是一般人，他们都是英雄中的英雄，把他们选拔出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他们能够守护美国宪法的最后一道屏障。他们是保证美国民主制度按照国父们所制定的美国恢复美国传统价值观，能够沿着美国伟大，能够沿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灯塔前行的最重要的保护神。可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昨天他们的这个投票结果让我大跌眼镜啊！最高法院一共有6位保守派大法官，你说自由派那个大法官会不会支持川普？我不好说，因为党派之争，他们不支持川普，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保守派有6位大法官，我多次谈到过这6位大法官，我认为只有1位首席大法官他是骑墙派嘛，另外5位都应该是支持川普总统的。结果在昨天的这个投票表决中呢，有3位大法官，保守派的大法官都是川普总统亲自提名的大法官，一个是葛萨奇，一个是卡瓦诺，还有一个是巴雷特。他们全部成了背叛者啊！他们都没有选择捍卫美国宪法，保障美国人民，他们争取公平选举的自由啊！他们3个人都投了反对票啊！他们没有想过川普总统当时为提名他们能够当选受到了多少伤害啊！现在并不是要图他们对川普总统个人有什么回报，只追求他们身为大法官应当秉持公义，但是他们背叛了他们自己的承诺。而坚持正义的2位大法官倒是跟川普总统就任没什么太多关系，一个托马斯大法官，一个阿利托大法官。这2个大法官都是在川普总统担任总统之前，他们老早就就任的。这2个人跟川普总统并没有什么私交，但是他们2人坚持了公义，他们坚持了捍卫美国宪法的道路。可惜7-2的这个比分，大家已经看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经驳回了德州的上诉。德州的上诉被驳回以后，可以讲绝大部分支持川普的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沮丧。那么这种沮丧，我相信所有人的心情跟我见民一样。那么作为川普总统当然他也很失望。川普总统在最高法院大法官驳回德州上诉以后，他发表了一个推文，他推文就这样写的：最高法院让我们失望，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气。我觉得川普总统已经给最高法院已经做了一个精确的总结，就是他们第一没有智慧，第二个是没有勇气，他们不敢担当啊！作为大法官都不敢担当，那你叫哪一个司法工作人员还能有担当呢？没有智慧就不用谈了，他们完全了解本轮大选里面所产生的各种事件。德州上诉，德州不过是要表达一个其他州和我们州没有坚持美国宪法一个公平选举的原则。而这些州所举行的这种选举制度，他们违背了美国的宪法规定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本来是宪法要求每一个美国公民、每一个州都必须遵守的。那我们都遵守，他们不遵守，反而他们这种不遵守破坏了这个制度的人，最高法院大法官居然不追究，能够退回这个德州的这个上诉，那么也就是标志着最高法院大法官不想介入美国今年大选的这个案件。那么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都没有依照法律来介入今年大选的案件，那么大选的案件通过司法道路走不通，那你准备怎么办呢？你准备让川普总统怎么办呢？很多人都说川普总统下令军管吧，我个人认为川普总统不会随随便便下令军管，不是川普总统不想这么做，
而是背叛川普总统的人太多。可能川普总统他要实行戒严的这个命令没有下达，就已经有人出卖了他，就已经通过媒体把他泄露出去，就已经让他的计划完全流产。因为现在可以讲，川普总统身边的人，你能相信谁呢？作为川普总统，他本人他是坚守他的公义，他是坚持他自己的主张，他绝不后退。所以像川普总统这样大义凛然、冒死前行的人，正是我们应当追随的人。川普总统就在今天，他就召开了半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他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面就讲了短短的几句话。他说：“我只想告诉我的支持者，不要失望，因为这场竞赛远没有结束。” And I just want to tell my people, don't be disappointed yet, because this race is far from over. 这个竞赛不仅仅是跟乔拜登的竞赛，而是跟他背后的国际阴谋集团，包括中国共产党，包括伊朗，包括一切国外干涉美国的这些势力在做斗争。所以川普总统已经把这个话点出来了。点出这个是什么？我可以讲，这意味着也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如果他们不能来保卫宪法的话，那么就一定有人来捍卫宪法。谁来捍卫？我告诉你讲，只要是国外集团干涉美国的大选，只要能证明是国外敌对势力在干涉着美国的大选，有足够的情报显示，那处理这个事情就不是最高法院了，而是军事法庭。军事法庭才有权利介入各种军事挑衅、军事颠覆案件。如果美国现在有足够的情报，证明伊朗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通过他们不同的手段对美国本轮大选进行了干预或者是颠覆，那么军事法庭完全可以介入，而军事法庭的介入就有可能采取军事霹雳行动。所以说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一定要考虑到，我们不要因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拒绝了德州的案子，我们就感觉到万分沮丧，我们就感觉到没有希望了。根本不是这样，你一定要这样去想。如果我们期待的事情出现了，那我们就应该感谢神；如果没有出现，那就是神让我们去实现它。所以说，现在是至暗时刻，川普需要的就是我们这种追随他的信念，也就是神到了让我们去实现它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理想可以实现。大家不要沮丧，因为下个礼拜在日程上已经摆上了3件大事。12月14号，各州正式提交认证。这个各州提交的认证呢，也就是每个州他们会推举他们的选举人团，他们的选举人团会代表这个州把选举人票投给川普或者是投给拜登。那么根据目前的形势，有6个摇摆州，就6个战场州，他们现在是不能够确定他们的选举人的。尽管他们的州长、州务卿已经宣布了是拜登当选，他们州长、州务卿按照原来的惯例，他们肯定指定了他们的选举人团，但是他们的州议会不同意。所以根据美国的法律，选举是各州在选举，由各州的立法机关决定推选选举人团。因此这6个战场州、6个摇摆州，他们的选举人团由谁来带领，现在目前还不能做出最终确定。也就是我个人认为，在12月14号这6个摇摆州，即使是他们的选举人团，他们推出的这个选举人代表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他们州议会的认可。那么在州议会不能认可的情况下，他们这个选举人团即使是提选了选举人票也是无效的。所以说这是12月14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会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在12月16号，国会的参议院将召开大选的舞弊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呢是遭到了民主党的集体反对，但是国会参议院坚持要求一定要举行这个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面，由国会议员对本轮大选它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公平，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大选的，包括境外敌对势力干涉美国大选的各种情况进行一个认真的听证。那么这个听证会上证人证言都会呈现，最终由国会代表国家来确定本轮大选是否公平，是否选举有效。这是指12月16号，就是说还有国会这一关，并不是决定美国总统，是最高大法院决定。最高大法院只是对某个案子给出一个判决，那真正决定总统是否能当选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才代表美国人民，代表美国国家来审议当年的大选。所以说美国国会的听证非常重要，这在12月16号。那么12月18号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2月18号是在2018年，川普总统曾经就在一个行政命令中就规定了，大选结束的45天之内，必须调查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报告，要在这一天必须发布。也就是大选结束在45天之内必须发布是否大选受到外国势力干涉。一旦受到外国势力干涉，那么美国政府将会采取霹雳行动。这个霹雳行动就是我讲的，包括军事行动。所以完全有可能，如果是
证实有外国势力干涉了美国大选，颠覆了美国大选的制度，导致了美国大选今年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的结果之后，那么完全有可能在听取这个报告以后，总统会采取霹雳行动，所谓霹雳军事行动，这就是可以讲是下个礼拜是非常关键的一周，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因为一次告发驳回了德州案就认为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因为法治的道路在前行，维护美国宪法的道路也在前行。今天大量的民众涌向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华盛顿街道上面，他们支持的川普总统，包括被川普总统赦免的这个福林将军，都亲自到场向大家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也就是支持川普总统的这7500万美国人民，他们绝对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接受一个不公平的选举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坚持战斗，永不放弃。而背叛川普总统的人太多，为什么我说川普总统他即使想实现军管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他的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背叛和向他释放冷箭的。川普总统他不会轻易实行军管，这是我一向认为的，因为川普总统是君子嘛，所以他君子他就会采取他君子的行为，他是依照美国的法律，希望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能够主持正义的嘛，他是希望美国的大法官们能捍卫美国的宪法，来保卫美国人民的权益，捍卫美国每个公民的公平选举权，当然也要捍卫他这位总统竞选人他自己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只是大法官丧失了这个权利嘛？但是川普总统他不会乱来，他没有耍流氓，他是个君子，他要耍流氓他早就耍了，他如果耍流氓根本就轮不到这些大法官，可以讲大法官早就抓起来了。当年林肯总统就抓捕了大法官，就抓捕了那些叛乱人员，川普总统不可以这样做吗？但是川普总统他没有这样去做，他仍然依赖着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这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大家都期待着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能够秉持公义的，尤其是川普总统在他的任上，他提名了3个大法官啊，葛萨奇、卡瓦诺和巴雷特啊。但是这3个大法官实际上是什么人呢？是在他们所谓保守主义的面具下，他们实际上一颗白左的心和他们那个怯辱的灵魂，他们不是那种激进的白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没有恪守传统的保守派的坚毅、勇敢和忠诚，他们胆怯，他们害怕，他们投降，他们利己，他们没有担当，他们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是大法官，他们只不过是华盛顿官僚体系在这个官僚系统里面混日子的庸官，他们混一点自己的名声，混一点自己的日子而已。所以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这个沼泽里面，他要排官这个沼泽，可以讲他是布满荆棘啊，他前进的路上无数的阻盼啊。他今天早晨就专门发布了一个推文，针对司法部长巴尔，他明确在这个推文里面写道，为什么巴尔不在选举前向公众透露亨特·拜登的真实面目？乔拜登在他的辩论台上面撒谎，说他什么都没有错，什么都没有发生，媒体都帮助他们去证实。那么巴尔为什么不把真相公布呢？川普总统就质问，作为司法部长的巴尔，你为什么不公布真相呢？司法部长的巴尔是川普任命的绝对信任的高官啊，但是这个高官我们看到他背叛了川普，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是川普信任的高官啊，他也背叛了川普。在他们这些高官都背叛了川普的时候，川普所依赖的司法体系，依赖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希望大法官们秉持公道，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德州的起诉案只有2票支持，也就是只有2个保守派的大法官支持，而川普提名的3个大法官全部反叛了。这3个大法官如果是支持的话，那就是5比4啊，那么德州的上诉案就成功了。而这3个大法官的背叛，加上骑墙派的罗伯特的背叛，也就导致了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根本你就无法相信靠法律最终能维护美国这个公平的选举。那么在这个公平选举根本不能靠法律维护的情况下，最终会怎么办呢？会不会实现军管呢？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实现军管。我刚才说了，川普总统他没办法下达军管的命令，他的军管命令还没有下达，就会有人出卖他，就会有人背叛他，很可能这个命令还没有出白宫，媒体已经把它报得全天下都知道，而最终这个军管命令就失效了。不像林肯总统当年啊，林肯总统的命令一旦下达以后，大家都秘密执行，等老百姓知道之后，整个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而今天可是互联网时代啊，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可能命令刚刚下达，执行的命令的人还没有准备好，媒体已经把你爆出来了。因为川普总统身边向他放冷箭的人太多了哇，你知道他身边还有多少个巴尔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川普总统他现在要下达什么军管戒严的命令是非常非常难操作的。那么昨天这个德州的上诉案被驳回之后，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义愤填膺，他们呢现在号召呢说德州独立，号召德州和支持德州的其他20个州通通独立，成为另外一个坚守保守派的国家。那么这种说法很多人都很兴奋。我明确表达我的立场，我是坚决不支持的。我不支持美国分裂，我不支持美国有哪个州独立。因为虽然保守派的势力受挫，但是我们有义务、有担当，需要把美国完全把它扭转回来，要重新归回美国的伟大，而不是把美国独立出去。因为分裂的美国谁最高兴？全世界都高兴，所有的美国的盟友国家都高兴，美国的敌人中共更高兴。因为分裂掉的美国，不管是分裂出1个，还是分裂出2个，还是分裂到若干个美国，或者是2个以上的美国，它完全不具备跟中共竞争的能力，而中共一定会趁机把这个新独立的这个国家把它扼杀在摇篮中。所以说分裂我是坚决不支持，美国应当仍然秉持自己的正义价值观，回归保守路线。我们要夺取这场胜利，而不是放弃现在的阵地，另外换一个地方，我们自己去岁月静好，这是我绝对反对的。至于网络上很多人在嘲笑支持川普的那些共和党的议员和州长，说这些人都是蠢货，看不出川普已经死翘翘，这时候还不赶紧转舵。讲这句话的人是最无耻的，而且讲这种话人很多是华人，很多是海外的民营大佬，很多是海外这种高喊的要灭共、要追求民族主义理想的。我看不出这些人他们流亡海外那么多年，他们追求的是什么理想，他们还有什么自由价值观？到了这时候就转舵，你怎么舵转的那么快呢？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那些及时转舵的人了，而转舵的人有几个不是小人呢？你来嘲笑我吴建民为什么不转舵？我告诉你讲，我不会的，我坚持我的理想，至死不渝。所以说，昨天在我看到大法官已经驳回了德州的上诉案以后，我在我自己的推特上面，我写了这么几句话，叫做你退是你退，你服是你服，我不会退，我也不会服，总有人会遍体鳞伤，总有人会赴汤蹈火，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我建明表达我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我绝对不会让那些我看不起的人嘲笑我什么赶紧转舵，赶紧掉头，川普已经死了，不要跟他了。讲这种话的人，一没有气节，二没有担当，三是我建明完全看不起的人。我不知道这些人他们流亡海外，他们追求什么，他们希望中国改变什么。可以讲，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专制制度，他认识的是非常深刻的。他在1985年时候，他当时还很年轻，他在接受一个杂志采访的时候，他当时就说：为什么难民都出自于专制国家？为什么难民很少有民主国家的？对于民主国家来讲，你们接受难民不是你们唯一的目的，因为你们接纳难民只是解决了一部分难民，但没有根本解决消除难民。他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应当帮助这些难民推翻他们的专制制度，推翻他们的专制政府，让所有的难民能够回归家园，能够回到他们的国家。这就是川普总统年轻时候就有这个认识啊。所以说，川普在他接任以后，他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世界上所有被专制国家还统治的这些专制奴役下的难民，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推翻他们的专制制度，推翻他们的专制政府，让所有我们这些流亡在海外的政治难民们都早日回归家乡，早日回归自己的祖国，把自己的祖国也建设成跟美国一样的民主、自由、富裕、伟大的一个国家。难道这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理想吗？现在怎么变成了支持拜登、支持黑名贵、支持安提法、支持共产主义在美国实现的像拜登所讲的可以12岁女童性交合法化，可以偷抢950美元以下不起诉，可以大麻合法化，可以把警察下岗，可以把监狱的犯人放出来，可以让上大学按照皮肤按照肤色来选择，让10个黑人进大学而只有1个亚裔进大学。你觉得这些政策在美国的推行是你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你要追求的理想吗？今天共产党正是看到美国的现存危机，所以说共产党对香港痛下杀手。黎智英这次被增加的罪，在这个罪名里面居然荒唐地写到，黎智英在他推特上面，因为他成为了蔡英文的粉丝，成为了蓬佩奥的粉丝，当他追踪蔡英文、追踪蓬佩奥都是罪啊。如果黎智英这个罪在香港能成立，那么香港市民有哪一个没罪呢？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啊！如果拜登上台以后，很快台湾就会演变成香港。蔡英文他那么早的去道贺拜登，到时候他在拜登面前哭都来不及啊！
这就是非常严峻的现实。如果你不相信，那我们就走着看。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